理学，你和父母的关系决定了你会找什么样的伴侣。很多人在感情受挫后，常常会抱怨，为什么我会找到这样的伴侣呢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肯定不会再被骗了。还有人会在失望中幻想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说不定我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伴侣。然而，无数事实证明，有些人即便分手后，仍然会爱上和前任相似的人。如果重新选择，他们可能还是会靠近当下的伴侣。这并非偶然，因为我们会喜欢怎样的人，会拥有怎样的亲密关系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，很难改变。而主宰这一切的，正是我们与父母的关系。心理学家克里斯多福·孟在其著作《亲密关系》中曾提到，孩童时期所经历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，并指引我们选择亲密关系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父母的关系。具体来说，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几种情况。01，父母让我们缺少什么，我们便会要求伴侣拥有什么。如果我们童年时的需求没有被满足，那么我们便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，觉得很孤单。为了弥补父母没有给予的东西，很多人会在内心制造出一个虚构的形象，并将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填充其中。比如《欢乐颂》中的樊胜美，因为一直活在父母重男轻女又没钱的阴影里，缺失了基本的关爱和物质条件，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偷偷将未来的伴侣描绘成对他足够重视又有钱的人，以弥补自己所没有的一切。很多人都觉得樊胜美太爱钱，殊不知这并非他所能控制，而是成长环境所导致。如果他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，父母宠他如命，那么他的择偶观一定不会是如此。父母让我们缺少什么，我们便会要求伴侣拥有什么。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的形成原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管你怎么选，都只会选到相似的人。02，我们会模仿父母的样子，寻找相似或完全相反的伴侣。很多人经常说，如果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娶像母亲这样的妻子，或者是嫁给父亲这样的男人。还有人会说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和像父母这样的人结婚。这些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影响，最终左右着我们的感情观念。和父母关系好的孩子会在潜意识里认可父母的亲密关系，他们会主动或者非主动的寻找相似的伴侣。比如演员杨紫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中，她从小见证着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爱护，所以多次提到一定要寻找与父亲相似的伴侣。可想而知，这种思想已经主导了他的择偶观，他未来的伴侣很可能与父亲有着相似之处。与之相反的是，演员徐静蕾曾公开谈到，以后永远不会嫁给像父亲这样的男人，因为父亲对她很凶，对母亲也不好，她被父母的婚姻所伤，坚决不会重蹈覆辙。可见，若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不好，父母的言行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施压，那么他们便会试图逃离与父母类似的感情状态。但这样的择偶方式有其盲目之处，因为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父母的一部分状态，没有窥见全貌。我们会因为一个人与父母相似而肯定他，也会因为他与父母相反而着急否定他，从而失去了全面了解对方的机会，很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感情。更何况，我们的性格与父母未必一致，不管是选择和父母相似还是相反的伴侣，都可能不适合自己，还需谨慎处之。03，父母对待感情的态度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感情走向。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不仅影响我们对伴侣的选择，还主宰着我们与伴侣的相处。电影《囧妈》中，徐峥扮演的徐一万有一个极其固执又具有控制欲的母亲，母亲凡事都要操心，几乎掌控着父亲和徐一万的生活，哪怕他已经结婚成家。一旦徐一万违背母亲的意思，母亲便会勃然大怒。最终，徐一万与母亲发生矛盾，他终于说出深藏在心里的话：你心里有一个幻想出来的儿子，所以你想让我变成他，但你没有发现吗？我不是他控制欲强的人，大多都在固执地守着自己幻想的世界，并将身边的一切改造成理想中的样子。
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下，徐一万也一直在幻想着完美的妻子，并试图将另一半变成心中的样子。他觉得爱人应该喜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希望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但爱人无法承受这一切，最终选择与他离婚。徐一万不同意这一切，他觉得是爱人在无理取闹。他修好了家中的台灯，并告诉爱人自己很关心他，要不然就不会修好他喜欢的台灯。但爱人却说，这就是两人之间的问题，他从来没有说过喜欢那个台灯，一切都是徐一万在强迫他。你总是锲而不舍地改造我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就是我，和你幻想中的不一样。徐一万之所以如此，不过是沿袭了母亲的状态，母亲决定了他如何对待亲密关系。这也警醒我们，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嫁时，可以看一看他的父母。研究表明，很多家暴的人都是因为父母存在着家暴的行为，其他的情况也会是如此。如果伴侣的父母关系存在问题，那么一定要及时判断伴侣身上是否有相似的问题，避免受伤害。亲密关系中谈到，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会寻找怎样的伴侣。这个过程中就像是造梦，你一点点在构筑理想中伴侣的样子，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寻找。可是梦与现实总有冲突，你所幻想的伴侣并不一定适合你，你认为的亲密关系也未必能给你带来幸福。如果你一直秉持着原有的态度，很容易会像徐一万一样固执，一旦发现别人与自己想象的样子不同，就会试图改造对方，但这样的行为只会让关系走向地狱。所以，成长的第一堂课就是要正确处理父母对自己的影响。不管父母与你的关系是好是坏，都要避免被其左右，而是应该审视自己，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伴侣和人生。我们不是父母的重复者，而是崭新的人，即使走出原生家庭的桎梏，才能拥抱最舒适的人生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摆脱原生家庭，不懂如何认识并经营亲密关系，那么一定要看一看克里斯多福梦的《亲密关系》。这本书是情感领域备受推崇的心理学著作，从方方面面剖析了亲密关系，绝对让你受益无穷。推荐这本书给你，是了解爱情的必备著作，非常值得。6. 父母的沟通方式影响我们的沟通习惯。沟通是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，而我们与伴侣的沟通方式，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的影响。如果父母在家庭中习惯于开放、诚实的沟通，那么子女在成年后也更容易采用这种方式。开放、诚实的沟通可以帮助伴侣之间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感受，从而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。而那些在家庭中习惯于隐瞒、回避或者攻击性沟通的孩子，长大后往往也会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类似的问题。例如，有些人在面对伴侣的问题时，习惯于隐瞒真实的感受，或者用攻击性的语言进行回应。这种沟通方式往往会导致误解和冲突，破坏关系的稳定。7. 父母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择偶标准。父母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择偶标准。父母对婚姻、家庭、事业等方面的看法，往往会成为我们选择伴侣时的重要参考。例如，如果父母非常重视家庭责任和稳定的婚姻关系，那么子女在选择伴侣时，也会倾向于寻找那些有责任感、注重家庭的人。相反，如果父母更看重个人事业和自由，那么子女在择偶时，可能会更倾向于寻找那些独立自主的人。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内化了父母的价值观，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8. 父母的情感表达方式影响我们的情感表达。情感表达是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而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，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的影响。如果父母在家庭中习惯于表达爱和关心，那么子女在成年后也更容易采用这种方式。例如，有些家庭习惯于用语言表达爱意，父母会经常对孩子说“我爱你”“你很棒”等等。
这样的孩子在长大后也会习惯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。相反，如果父母在家庭中很少表达爱意，甚至对情感表达持否定态度，那么子女在成年后往往也会在情感表达上显得冷淡和拘谨。父母的婚姻模式影响我们的婚姻观念。父母的婚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婚姻观念。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稳定和谐，那么子女在成年后也更容易对婚姻持积极的态度。相反，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充满冲突和不和谐，那么子女在成年后往往也会对婚姻持消极的态度。例如，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父母的婚姻关系非常稳定，他们在成年后也会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像父母一样稳定和谐。相反，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父母的婚姻关系充满冲突，他们在成年后往往会对婚姻产生恐惧和排斥。